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与凤航播出4集，争议太大，赵丽颖把演技炸裂完出新花样。没想到与凤航的热度会这么高，可谓来势汹汹。开播仅有半小时左右，该剧的热度就已经突破了站内纪录，这再次证明了古装剧有多吃香。同时，赵丽颖和林更新的搭档也让太多人找到了最初的情怀。只是该剧更新4集之后，争议颇大。有观众认为，基于原著没有魔改，已经让人吃了定心丸，带着几分轻喜剧的味道，也不失仙侠剧该有的元素。看1集就上头，不够看根本停不下来。也有不好的评价称，看起来就像是一部中年古偶剧，服化道有点落后，特效制作让人出戏，实在没有信心追下去了。尽管口碑2极分化，但这部剧的收视成绩却出奇的好。如果沉浸于剧情中，也能找到很多下饭的元素。除了剧情有些争议之外，作为故事支撑的主演同样备受讨论。赵丽颖应当是最大的看点了，在几位85花陆续拿出作品之际，与凤航先播，直接带飞热度，让这个 IP 成为超乎寻常的存在。而这一次，赵丽颖直接把演技炸裂完出新花样。01，从已经播出的4集来看，节奏还是比较舒适的，没有出现古装剧的狗血套路，叙事上平缓又有冲突。开篇的部分比较简单，对沈黎的遭遇进行了快速的概括。为了逃婚，沈黎违抗天尊，在激烈的对抗中，他落入凡间，由此开始了离奇了遭遇。起初，他被农夫误以为是一只山鸡，结果杭云在集市中看到了这只山鸡，于是果断买下。沈黎就这样被杭云带回了家，有了可以安心养伤的处所。只是初次进入凡间，他要适应这里的一切，以及身边的杭云。不同于以往的古装剧，与凤航上来没有大刀阔斧的转折，也没有设计跌宕起伏的情节，以至于前面的几集节奏太慢。按照观众的话来说，就是毫无营养。沈黎落难之后，为了突出这只山鸡的动作和特点，特效的使用不够细致，很多肢体语言较为生硬，与开篇部分恢宏的打斗场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，看起来很出戏。再到后来，沈黎逐渐恢复人形，伤势逐渐愈合，可以更好地照顾自己。本以为他会引入尘间，另寻他处，可没想到杭云只是做了2顿饭，他的心就被俘虏了。故事进行到这里，强行加入了感情线，不算突兀，但缺少逻辑支撑。沈黎只是落入凡间，怎么这么快芳心就被俘获？这只是编剧的一厢情愿，完全没考虑角色的人设。让观众吐槽比较多的还是整体质感，出现的画面无不透露着一股廉价气息，看起来就像是一部搁置了太久的作品。当然，与凤航也有很多可圈可点之处，在特效的使用和控制上，减少了花里胡哨的设计，看起来不会出现视觉疲劳。加上较为平缓的叙事节奏，却塑造了一种难以拒绝的代入感。看得出来，制作团队为了留住观众，在支线故事上下了不少功夫，比如还原男主杭云落水的这段，恰好呼应了《楚乔传》中的一个没呈现出来的桥段。目前来看，该剧的争议虽然大，但不会影响收视，毕竟赵丽颖和林更新为这部剧带来的热度远超出争议本身。02，赵丽颖和林更新二搭，这是与凤航没有播之前就出圈的一个热门话题。2人会带来怎么样的梦幻联动？再加上原著粉这一基础，很巧妙的就形成了独特的流量池。不过，当林更新饰演的杭云一出场，还是不少人感觉不太能接受。
她的容貌和气质与上古神的气质完全不贴合，反而给人一种很油腻的感觉。说出的台词也是有气无力，需要这么温柔。美颜滤镜对林更新来说似乎成了半永久妆容，但凡是古装造型，不加点美颜就不能看吗？这么过分的滤镜，哪里来的仙气？这个角色的造型低于预期。再看看赵丽颖饰演的沈黎，有令人眼前一亮的造型，演技上也有很多的突破。事实上，赵丽颖也算是转型比较成功的演员之一。从《幸福到万家》和《风吹半夏》2部剧之后，再到前不久的《第20条》中，她的演技一直带给观众惊喜。《与凤航》中的沈黎一角没有什么挑战性，可以说是稳定发挥。有几个镜头令人印象深刻。第一段是沈黎刚恢复人形的时候，她质问杭云自己是否早就应该恢复，但被从中作梗。她本来就带着点怒气，看着杭云四处躲藏，更是怒发冲冠，一阵风席卷而来，气场也瞬间出来了。能看到赵丽颖的眼神中也是戏，不怒自威的表达证明了好演技。还有一段是沈黎和杭云接触的越来越多，两人也更了解彼此。此时，沈黎看向杭云的眼神明显多了几分柔和，说话也不再是咄咄逼人。当两人近距离视线相对的时候，反而有了含情脉脉的味道。当杭云不小心碰到沈黎的身体，他的脸瞬间就红了，害羞之情溢于言表。他转身离开，一个人看着远处的风景，紧皱的眉头似乎又在思考什么。这几分钟的情绪有很多变化，每一个画面都捕捉得恰到好处，至少能让观众读懂角色。很多细节的处理很到位，可以看到赵丽颖的演技是比较细腻的，让沈黎这个人物多了更充分的情感。结语：与凤航的口碑之所以出现两极分化的现象，两大主要原因就是剧情设计和演员阵容。虽然没有魔改的部分，但节奏太慢了，感情线又很突兀，代入感不够强烈。而演员阵容中，男主成为吐槽的重灾区，如果换一个人演，效果会不会更好？赵丽颖没有让观众失望，演技依旧很稳。不管是情绪的爆发还是细腻的情感，轻松把演技炸裂玩出新花样。你觉得《与凤航》这部剧好看吗？